大家好，我是凯文。大家好，我是 Joyce。最近呢，在网上有很多外国人关于中国的一些负面评论，对吧？那今天呢，我们要去问一下一些中国的路人如何回应那些外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评论。是有外国人都会觉得中国人普遍素质都特别差，然后这个我觉得可能过去是很多吧，但是因为多少我们看比例还是说基数嘛，对吧？中国人口基数那么大，肯定会有一部分好，也有一部分不好的。那反正改善自己就好了嘛，这其他的我觉得不用太去在意。从客观来讲的话，这个是有这一部分存在，但是也不能代表全部。那是因为他们对现在的中国人不了解，还保留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前的这种老的这种思维方式，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老实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国民的整体素质比大部分的外国人都要好。这个结论您是怎么样得出来？有自己去观察过吗？就是你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包括一些到国外不管是玩还是定居还是工作的一个亲朋好友，然后再从一些其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媒体渠道上面获得的这个信息，对，没有直接的得到证实。全世界各地很多的中国游客，我觉得都是那个大妈的素质是比较 low 一点的。然后他们就比如说像那种自助餐，他们就疯狂的抢，就是那种虾一盘一盘的端那种，很恐怖那种。然后呢，插队，对吧？有比如说前不久不是还有个优衣库跟那个 KAWS 联名的那个衣服嘛？然后大妈她也不懂潮流，她就知道物以稀为贵，很多人抢，但她也去抢，一次抢了就那种整个那种晾衣架就整个就爆的那种，很恐怖的那种，你知道吗？然后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基本上素质都不会这么低。我觉得每个地区，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有素质和没有素质的人，就是不光是我们国家，其他国家可能也有。既然他们来了中国了，就不能说中国的不好，不然你来干啥？我是比较觉得就是每个民族都是有差异的。作为中国人，我觉得还是以维护自己为主吧。我觉得我们正在进步，这个是真的。所以就是希望他们能看到我们好的一面，不要只盯着我们哪不好。只能说一半一半吧。有些方面确实做的没有国外这么好，然后还是有值得改进的一些地方吧。但是也希望他们不要一概而论。虽然这样说就会心里不舒服，但也算一部分的事实嘛。但也不太能以偏概全，因为素质好的还是有很多的。我觉得很正常吧，因为外国人有很多素质很差的，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其实我感觉应该是因人而异吧，但是我感觉现在应该我国国民素质普遍提高，经济也发展的比较好，所以说人的素质应该也会很好的。而且出门旅行什么的遇到的毕竟都是少数，不能以偏概全吧。那比方说哈，我觉得我可能素质挺好，你觉得你可能素质也挺好的，然后外国人但是对我们有这样的评价，你会觉得很受伤吗？不会啊，我觉得这有些东西它必然发展的一个过程嘛，没有办法，别人对你评价怎么样，如果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可能尽可能去改善一下人家的一些固有印象，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也没有必要太去在意，因为别人的一些素质不好去影响到自己的心情，这个是没有必要。会有很多外国人觉得我们整个国家的空气质量都特别差，很多雾霾，然后觉得感受很不好，然后你对此是怎么看？还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就生活到你觉得环境特别好、空气质量特别好的地方去。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用这个叫什么发展的眼光看事物嘛，对吧？那老外他多少年前他也很差，对吧？他可能比我们现在还要差。中国发展那么快，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你觉得现在上海的空气质量怎么样？比北京好。然后你已经满足了吗？满足肯定不满足，因为我有鼻炎，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鼻炎，但是这个东西只能不断去改善嘛，对吧？比如说家里面空气净化器啊，或者现在很多很流行的新风的一些东西啊，各种想办法嘛，对吧？上海的这个空气环境是一年比一年好，我相信未来是会更好。因地方而论吧，然后确实有空气不好的地方，但空气好的地方有很多呀，比如说像上海就还可以，还有福州呀，这个地方空气都很好呀。就是说之前的时候，因为中国是那个经济起步嘛，在发展，确实就是环境方面是有点破坏，质量是像空气啊什么那些是比较差，但是像现在的话，也现在慢慢在那个逐渐好转，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国家要
每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基本国情嘛。我们国家现在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那种产业还没有转型成功。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的用的电力都是煤电、火力发电的，那肯定要牺牲环境代价啊。你那种很健康的，比如说风电啊、水电，无法满足我们国内的这么庞大的用电需求，那你只能是牺牲一些环境去弄咯。然后很多工厂他们比如说技术含量也没有转型的这么好，经济的转型没有像西方国家他们那么起步这么早这么快，然后就导致我们就空气质量比较差。当时也是我们基本国情之一，这是无法否定的，但是也在逐渐在慢慢变好嘛。因为我家也是属于南方的话应该就是环境会比北方好一些，因为北方的话有很多雾霾、沙尘暴什么的，然后这边好很多。深圳就很好啊，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好的城市的。那不能抓住一个不好的，然后就无限放大。他们国家也有不好的地方。那你觉得上海的空气怎么样？非常好，还是很满意的，对吗？很满意。这个确实，这个去有很多跟别的国外很多地方都不能比吧，空气质量。那你觉得上海空气质量怎么样？最近？最多只能算一般吧。对。所以你自己可能也不是很满意，是吗？空气质量方面确实还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现在中国的一些高污染、重度污染的企业正在进行转型，而且一些也是开始向周边分散，大城市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就是像中国，我们可能网络方面有一些网站，像 Facebook 啊，然后 YouTube 这些我们都不可以去上，然后就会让很多外国人觉得我们没有网络的自由。这个自由这个东西也是相对的吧？你说老外的他能有多自由，对吧？还不是一样被监控或者被怎么样？就是包括因为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提到这个素质的问题，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整体的一个国民素质它不达到一定的水平，你盲目的去开放一些太多东西，我反而认为这是不太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精力可能在经济发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维稳方面，对吧？但是你说因为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那大家有素质、有能力的人自己去看一看，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好事情。但是更多的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吧，慢慢的去接触更多的一些客观的一些东西。因为说实话，国外的一些东西它并不怎么客观，很多东西它都是具有引导的一些倾向在里面的，但是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去分辨，它就会导致很多的问题。所以你对目前这个网络现状也觉得还是比较 OK 的，是吗？没有，我觉得不是很 OK，因为国内有很多东西，特别是现在看动漫，在 B 站上面有很多暗幕出没，这个实在是让人有点受不了。就是只要你别把这个口子全部封死，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国外的言论自由其实就跟西方的民主一样，我觉得你要把它温情脉脉的面纱撕下来一看，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情。我们国家跟其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相比较特殊，一个是人口众多，一个是民族多，然后地域大，肯定我觉得现在的网络监管方式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国家的这个具体国情的，所以就跟咱们基本的这个国体政体一样，不照搬西方，但是吸取它的优秀的这个经验嘛，所以是现在这套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确实，它就是说等于是说封锁，有一定的那种网络封锁。反正我自己是不太需要啊。就是去那些网站，我用不上，所以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个国家控制这个，它肯定有它自己的理由。我觉得作为国民来说，就它肯定是为我们好，也肯定是从大方向去考虑的。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就是反正都是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就可以了。对，有正反面嘛，一方面是。防止就是我们出去然后获得乱七八糟的信息，因为怎么说，有些人对信息的那种自己的辨别能力还不是很高嘛，然后很容易会被煽动，这方面对管理来说还是蛮有难度的。我觉得是目前中国最应该被诟病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对此是很不满的，是吗？挺不满的。为什么呢？因为之前 VPN 还可以用，然后现在连 VPN 很多都就是开始封杀了。我以前的预想是，可能中国会慢慢把这个墙给拆掉，结果没想到现在越管越严了。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建议啊，那就是把墙拆掉啊，但是应该没。这是你所希望的，对吗？就是希望可以有。
对的。